哎呦，这屋里怎么一股子奶腥味儿？亲家母，你旅游回来啦？亲家母，婉宁月子也做完了，你也该回去了，我要回来住。妈，我妈刚照顾我出了月子，你一回来就赶她走。什么叫赶？这本来就是我家。对了，你在我家住了整整30天，每天的住宿费算你300，水电费1天算200。啊，总共是1万5。你是给现金还是转账啊？我生孩子那天，你立马跑去旅游，1个月连个人影都没见。是我妈特意从老家坐18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赶来，没日没夜的照顾我和孩子，连买菜的钱都是她自己掏的。你现在居然找她要住宿费！哎呀，我孙子真可爱，发朋友圈让老姐妹们看看。婉宁啊，我跟几个老姐妹约了今天出去旅游，孩子就辛苦你们自己照顾了，等我回来给你们带礼物啊。一码归一码，你妈照顾你是天经地义，但她在我这儿住了，用了我的水电就得出钱。周明远，你就看着你妈这么欺负我妈，你难道不该说句公道话吗？婉宁啊，这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更何况你妈毕竟是个外人，这笔钱她确实该出。外人？我妈累死累活伺候我们1个月，到头来只是个要收住宿费的外人。亲家母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钱给了，就收拾东西回去吧。等会儿我们还得请保洁公司来家里做个全方位的深度清洁，把整个屋子，尤其是你住过的那个房间，到处狠狠地消一下毒。消毒？妈，您别介意啊，我们一家人都讲究爱干净，我们也是为您好，怕您不习惯城里的卫生标准。您毕竟是从大老远来的，那边的卫生条件我不说你也知道，不太干净。咱孩子可没待过那种环境，这万一生了什么病，咱一家人也跟着难受。这1个月是我妈要出去旅游，没办法才让您来的。等您这次回村以后没什么事儿，就尽量别过来了。周明远，所以这就是你这整整1个月一直没回家的原因。明月，刀口好疼，孩子一直在哭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加班呢，领导盯着，走不开。辛苦妈了，你多担待点儿。上，快上！明远天天加班太辛苦了，这汤一定要趁热给他送去补补身子。说了不用了，我不爱喝这些弄的油腻东西。你不是公司忙，你不是怕打扰我们休息，你根本就是嫌弃我妈，嫌弃她是个乡下人。你胡搅蛮缠什么？我这不是为了家里的卫生着想吗？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身上多脏，哪来的土包子，还想让我们8抬大轿供着你不成？我妈脏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比我妈更干净。婉宁，没事儿，别说了，妈这就给钱走人。你千万别为妈伤了和气，你以后还要在这个家过日子呢。她这辈子为了我忍了太多太多，就算被人指着鼻子骂脏，被人像赶瘟神一样赶走，她最先想到的还是怕我难做，怕我以后日子不好过。少在那儿演苦情戏了，既然要给钱就麻溜点儿，我一会儿还要去做美容呢。就是啊，妈，1万5对你来说也是个大数目，赶紧给了回乡下去吧。对不住，我马上转，马上就转。婉宁，别，妈，行，这个钱我替我妈给。
不行，你不能给！你是我们周家娶进门的媳妇儿，你的钱那就是我们老周家的钱。这是你妈欠我们的住宿费，凭什么拿我们周家的钱填窟窿？要给也是你妈自己掏腰包。婉宁，妈有钱，妈给，没关系的，你别跟婆婆吵。你们老周家的钱，我跟周明远结婚以来，工资一直都是分开管理，各算各的。你们全家吃的用的，哪一分不是花我的婚前财产和我的工资？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这笔钱要么我替我妈给，要么你们今天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明远，你看看你老婆，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妈，好歹也是15000，拿了再说。行吧行吧，看在你给我们周家生了个大胖孙子的份上，这笔账我们就吃点亏，不跟你们这些人计较了。转吧。微付备到账15000元，收吧，尽情的收。这15000根本不是给你们的住宿费，这是你们签下的通往的催符。喂，是阳光保洁公司吗？我要预约个全屋深度大扫除。对，尤其是那个次卧，住过人的细菌多的要死，给我用最高浓度的消毒水里里外外喷个遍。还有啊，那个房间里别人用过的床单、被套、枕头，统统给我打包扔去垃圾场，一件都不准留，看着就觉得恶心。婉宁啊，没事儿，妈就是刚才眼睛里进了点灰。妈，别哭了，这辈子你已经为我掉太多眼泪了。不行啊，这烧得太厉害了，40度，怕是急性脑膜炎，我这治不了，你们赶紧往城里大医院送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闺女，我就这一个闺女，要我砸锅卖铁，做牛做马都行啊！我在 ICU 里躺了整整半个月，我妈就在 ICU 外面的走廊上守了整整半个月。她没地方住，就带了一张薄毯子，晚上铺在走廊的椅子上蜷缩着睡一会儿。大婶子，你都守10天了，天天就吃这个怎么行？要不我们轮流守，你回去歇2天。我不走，我闺女命大，她一定会醒过来的。我就在这里等着她，她醒了第一眼就能看到我。妈，我发誓，这辈子再也不让你为我掉一滴眼泪。可现在我又让她哭了。婉宁，对不起，都怪妈妈没用，害得你在这个家都抬不起头来。妈，你在我心里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，你信我，这件事儿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以前都是你护着我，以后换我来护着你。婉宁，你可千万别跟他们闹，妈怕你吃亏。她这辈子见多了人情冷暖，受够了无依无靠的苦，总觉得女人结了婚才算有了依靠，怕我跟婆家闹翻，怕我往后的日子要受比现在更多的委屈。妈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刚出月子吧？到处都给我好好的消毒一遍，犄角旮旯都别落下，尤其是次卧，多喷几遍消毒水。那屋住个人，细菌最多，床单被套全部打包扔掉，一点都别留。对，还有厨房，把那些锅碗瓢盆也全都扔掉，一个都别剩。他以为只要不看，就能假装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，假装自己没说过那些伤人的话，没做过那些寒心的事。次卧是他这1个月睡觉的地方，床单他每周都拆洗一次，叠得方方正正，没有一丝褶皱。厨房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，那些锅碗瓢盆被他擦得锃光瓦亮，能照见人影。
他每天在那个厨房里一站着好几个小时，给我熬汤、做饭、洗尿布，手上的皮肤因为长期泡在水里变得粗糙干裂，裂了好几道小口子，一碰水就钻心的疼。可这些在他们眼里却比垃圾还脏。这笔账我一定会讨回来。婉宁，你快回去吧，孩子还在家等着呢，你千万别跟他们置气，好好过日子，妈没事的啊。这是妈平时攒的一点钱，你拿着，给自己买点好吃的。坐月子不能亏了自己身子，妈没本事，给不了你什么，只能让你别受了委屈。不是不想留他，是这个糟心的家不配让我妈多待一分一刻。就知道哭，也不知道随了谁。不错，这才像个人住的地方。可不是嘛，早该收拾了。这个我曾经以为是家的地方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陌生，无比冰冷。今天这事儿你多担待点，我妈就是那个脾气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再说了，不就是15000吗？别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仿佛我和我妈受的委屈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。他完全忘了这1个月是谁没日没夜照顾我和孩子。我想起结婚的时候，他牵着我的手在婚礼上说：婉宁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好好对你妈，给你一个家，不会让你再受一点委屈。婉宁啊，你只管放心生，生下来之后妈帮你带，你什么都不用管。可等我从手术室出来才知道，他口中的妈是我千里迢迢赶过来的亲妈。我终于明白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我以为的爱情，我以为的家，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从来都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我和我妈说到底都只是外人。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我要带着孩子离开这个令人作呕的家，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刻薄和算计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进来。婉宁，我在外面玩了1个月，脸都粗糙了。等会儿明远开车送我去做个美容，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，记得把饭做好，等我们回来吃。对了，我行李箱里全是这1个月的脏衣服，到时候你给我清理出来，全部手洗干净。哼，既然已经出了月子，就别偷懒了。好，她穿着真丝旗袍，戴着金镯子，而我妈却穿着那件10几年前的过时外衣，质朴的让人心疼。我妈说的对，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休息了1个月，确实该活动活动了。明远，好了没有啊？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出来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你最懂事了。她靠近我的瞬间，烟味和一股陌生而甜腻的香水味涌入我的鼻子里，生理性的恶心直冲喉咙。赶紧去吧，妈在等你呢。孩子，妈妈不会让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算计和刻薄的家庭中。妈妈会给你一个干净的、温暖的家。婉宁，好久没联系了，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？学长，帮我个忙。他是我大学时的学长陈峰，现在自己开了一家装修公司。当年我这套房子的装修就是他一手帮我操办的。他清楚我为了这套房子的装修花了多少心血。我之前在开心小区的那套房子装修是你做的，你帮我找个靠谱的施工队，今天上午就过去，把所有我出钱装修的部分全部拆掉，能带走的建材和家具全部带走，不能带走的就全部砸了。所有的施工费用我来出，1分都不会少你的。婉宁，你疯了？那套房子的装修你当初花了多少心血啊？前前后后忙了大半年，一点一点盯着装起来的，怎么说拆就拆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学长，你别问了，照做就行。钱我现在就转到你微信上，越快越好，最好现在就安排人过去。家里没人，密码锁的密码我等下发给你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
我现在就亲自带人过去，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。当初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只是想着留个凭证，以后万一有什么用，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。还真是讽刺。越靠近家，我的心越踏实，就好像漂泊了很久的船，终于要靠岸了。婉宁，你怎么回来啦？婉宁，你去哪儿了？家里出大事了！家里都乱了套了，你快回来看看吧。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怎么了？家里好好的，能出什么事儿？好，根本好不了一点儿，你也都快疯了！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明远情绪不是一直很稳定的吗？什么事儿能让他这样？哎呀，电话里说不清楚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快回来看看吧，再不回来，家里都要出人命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你们当初对我妈做那些事儿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我回村来我妈这里住了，有什么事儿你们自己解决吧。电话那头的尖叫和哭闹瞬间被隔绝开来，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了。刚刚电话是怎么回事啊？妈，没什么事儿，骚扰电话罢了。行吧，这孩子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妈好去车站接你。想你了就回来了。小时候我的追求很大，想要车子、房子，想要很多很多钱，想要身边的人都幸福。长大后才发现，我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妈妈做的一顿饭。只要妈妈在，一切就都是好的。婉宁，你突然回来，明远和你婆婆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他们没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她又在为我担心了，怕我跟婆家闹翻了，怕我受委屈。妈，从今天起，他们那边的事儿跟咱们没关系了。婉宁，结婚是为了幸福，如果你感觉到了不幸福的话，妈支持你做任何决定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女人离了婚就像天塌了一样，会被人戳脊梁骨，会一辈子抬不起头。女人这辈子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走离婚这条路，太难了。可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说出了这句话，因为他看到了我的不幸福，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希望我过得好。哪怕他再害怕离婚，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只要我能过得幸福，他就愿意支持我的所有决定。这就是我妈，全心全意爱着我的妈妈。妈，谢谢你。风里带着油菜花的香气，还有泥土的清新味道，吹在脸上温柔又舒服。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没有算计，没有刻薄，没有争吵，没有委屈，这才是生活，这才是一个家该有的样子。哎呀，你说老李家那闺女考了600多分呢，真的啊？我感受着久违的安宁，和我妈聊着村里的家长里短，自在又悠闲。只有被我调至静音的手机在兜里，屏幕亮了又灭，灭了又亮，不知疲倦。沈婉宁，你为什么要回乡下？这个家都快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老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家里都乱套了。周家的事再也与我无关了。逃离了城市的喧嚣，我真的需要好好休息了。
这一觉我睡得无比踏实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沈婉宁，你少在这里装傻！家里那些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家里什么事儿啊？我没听明白。沈婉宁，别装了，我们报警了，警察调了监控，也找了物业和邻居问话，都查清楚了。是你联系了当初给房子做装修的施工队，在我们出门的时候，让他们把家里能拆的东西都拆了，是不是？难怪能忍住过了第2天才来找我，原来是报警查情况去了啊。对，是我。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事我妈的心脏病都快犯了？要不是警察联系到了拆咱们家的装修团队，从他们口中问出了你的名字，我们还以为家里进贼了。妈，先把孩子抱屋里去，别吓着他。周明远，你刚刚说那是我们的家，可我刚生完孩子没人管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那是我们的家？我妈来照顾我坐月子，累死累活忙了1个月却被索要住宿费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那是我们的家？你妈出去旅游做美容，命令我一个刚生完孩子的产妇洗衣做饭带孩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那是我们的家？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拆了这个家？沈婉宁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小心眼？他居然还有脸倒打一耙，还真是不要脸。我小心眼儿？周明远，别忘了是谁为了一个所谓的住宿费找我妈要15000块，别忘了是谁连水电费都要跟我妈算钱，你自己摸着良心问问，到底是谁小心眼儿？明远，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，就因为15000块钱，她记仇记到了这个份儿上，咱们一走，她立马就找人把咱们家都给拆了，咱们周家娶了个会咬人的白眼狼啊！沈婉宁，你妈在我们家住，我们找她索要点住宿费怎么了？就算是一家人，还亲兄弟明算账呢，我们只是找她15000块钱而已，有什么问题？好一个亲兄弟明算账！既然你们喜欢把账算得清清楚楚，那好啊，那我今天就跟你们好好算算。结婚的时候，我看在你们家境不好的份上，没要1分钱彩礼，连3斤都没要。婚礼酒席是我出的钱，我甚至还自带了30万的陪嫁。你所谓的婚房，那时候还是个空空荡荡的毛坯，是我额外拿了23万8的婚前财产去装修，把房子弄好的。我毕业后就一直努力工作，勤俭攒钱。结婚时身上已经有了50万左右的积蓄。从我上大学开始，就没再跟我妈要过1分钱。我做兼职、做家教、实习，拼命赚钱。毕业之后，我进了一家不错的公司，没日没夜的加班拼业绩，从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做到了部门主管。那50万是我整整7年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。那50万是我给自己留的底气，是我给自己留的后路。婉宁，我现在手里实在是没钱了，装修的事儿能不能先缓一缓？要不咱们先租房子结婚也行。我想着反正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以后就是共同体，一家人。那个房子也是我们以后要长期居住的家，所以就没计较太多，自掏腰包把我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作为这个小家庭的支出了。我拿出23万8，把毛坯房一点一点装成了家，大到水电改造、地板铺设、橱柜定制，小到一个开关、一个门把手，都是我亲自挑的，亲自盯着施工队装的。那大半年的时间，我白天上班，下了班就往装修工地跑，周末更是一整天都待在工地上，晒得黢黑，累得瘦了好几斤，却甘之如饴，以为自己是在打造属于我们2个人的家。这钱留着，以后咱们家里有什么急事应急用。剩下的30万我作为陪嫁存到了一张银行卡里，结婚当天交给了周明远保管。婉宁，你真是我们家的大功臣，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。婉宁啊，我们家明远能娶到你，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放心，以后妈一定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疼。可结果呢？我妈只是来照顾我坐月子，在家住了1个月，就被他们索要1天500的住宿费和水电费，哪有这样的理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那房子是我们住的，你拆了我们还怎么住？那是你们的事儿。就像我坐月子的时候，
你们当时不也从来没管过我吗？我剖腹产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管过我；我妈没日没夜照顾我和孩子，累得瘦了10斤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管过我们。现在他们没地方住了，反倒来怪我了。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沈婉宁，你嫁到我们家来了，就是我们周家的人，你的钱就是我们的钱，你的钱就是我们的钱。就因为那15000块钱，你至于把事情做到这一步吗？你错了，那不是多少钱的事儿，而是你们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你们心里，钱比情分重，算计比真心实。我只是在用你们对待我的方式去同样的对待你们而已，怎么你们就受不了了？婉宁啊，就算我妈有不对，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们啊！那可是我们的家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家里是什么样子？墙皮被铲得乱七八糟，地板翘了，橱柜拆了，连厕所的马桶和洗脸池都被卸走了。好好的家搞得跟废墟一样，你让我们以后住在哪儿？家，一个对我的苦难视而不见的地方，算什么家？一个连我妈住1天都要算钱的地方，算哪门子的家？周明远，从你默许你妈找我妈要钱开始，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就不是家了。对我来说就不是家了。至于你们住哪儿，拿着我的15000，酒店不能住吗？民宿不能租吗？当初你们不是觉得这笔钱拿得理直气壮，正好用来做美容享受吗？怎么，钱就花完了？大家快来看看啊，没天理了呀！儿媳妇要逼死婆婆了！我们佟家造了什么孽，娶了这么个丧门星回来啊！我的房子啊！儿媳妇欺负人了，大家评理呀！这种撒泼打滚的把戏，之前确实把我拿捏住了，现在的我只觉得可笑。婉宁，你非要闹到这一步吗？就算我妈有错，你也不能这么绝啊！我们俩可是夫妻啊！夫妻？周明远，满是算计的婚姻，我不稀罕。离婚吧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连孩子都有了，你确定要跟我离婚？他大概从来都没想过我会提出离婚，在他眼里，我已经生了孩子，成了一个单亲妈妈，就算受了再大的委屈，也只能忍气吞声，不敢离婚，只能被他们拿捏得死死的。正是因为有了孩子，我才更要离婚。我绝对不能忍审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满是算计、刻薄、自私的家庭里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变成跟你们一样的人。孩子归我，装修款我总共花了23.8万，既然现在被我拆掉了，那我就不跟你们要这个钱了。但我的30万陪嫁还保管在你那儿，你得还给我。那30万早就作为家庭支出花光了，哪还有钱给你？周明远，你真当我傻吗？婚后的家庭支出都是我在出钱，就连房子每个月5000的贷款，从2年前开始一直有我的工资卡在偿还，24个月12万元，家里的水电费、物业费、燃气费全都是我在交。孩子出生之前，家里的买菜钱、生活用品钱也全都是我在出。那30万你花在哪儿了？我知道，他被我说中了。我妈这些年连逛街旅游不到处都要花钱吗？这样啊，那就跟我没关系了。要么3天内还钱，要么我们法庭上见。沈婉宁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敲诈到我们头上来了，我们哪来的30万？没钱就卖房。你做梦！这房子是我们周家的，是我儿子买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想都别想。那你们就还钱，反正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沈婉宁，你真的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我绝，
前几天你们找我妈要15000块住宿费时，怎么不觉得绝？你们把我妈赶出家门，对她万般嫌弃，说她身上带细菌要全屋消毒的，什么不觉得绝？婚后这些年我出钱出力为这个家付出时，你们觉得理所当然；我要求公平对待时，就成了绝情。双标的这么明显，你们自己不觉得可笑吗？而且我现在这样做都是你们教的啊！那些装修，从地板到吊顶，从水电到软装，每一分钱都是我出的。你们那个家不是很计较得失吗？那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，有错吗？他们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站在原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沈婉宁，你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传出去你名声不要了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还带着个孩子，以后谁还会要你？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？他以为用名声，用离婚女人的身份就能威胁到我，就能让我服软。可他不知道，我早就不在乎这些了。名声？要什么名声？一个被婆家人欺压的傻子名声吗？妈，你教会了我很重要的一课，在利益面前，感情不值一提。既然你们先撕破了脸，那我也没必要维持表面的和谐。希望3天之内你们能把钱凑齐，以后咱们老死不相往来。你给我滚出来！婉宁，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决定好了，我从来没这么坚定过。你们住的房子要装修，关我什么事儿？这个钱你得给我们出。3天之内我没看到钱的话，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。沈婉宁，你会后悔的，总有一天你会哭着求我们。我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，但我也不会退缩。这么多消息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热搜？怎么可能？这已经彻底爆了，点赞破100万，评论转发都快炸了。呵呵，果然卖起蠢来也是一套一套的。各位网友们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必须跟大家说说我们家的事儿。我儿子结婚3年了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们掏空了家底，又是买房又是养家。可结果呢，我儿媳妇就因为一点小事儿，趁我们出门的时候找人把家里全拆了，墙皮铲了，地板撬了，连马桶都没放过。我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啊！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结果他还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他的婚前财产，他想拆就拆。可那是我们一家人住的地方啊！他现在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不管我们死活。我们母子现在无家可归，只能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毛坯房里吹冷风。我一个老人家哪里经得起这种折腾啊！各位，我是婉宁的丈夫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心情很复杂。婉宁，我知道你生完孩子情绪可能不稳定，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？这可是我们的家呀！我妈年纪这么大了，经不起这种打击。你有什么不满，冲我来，冲我来，别伤害我妈好不好？我看着评论区充满恶意的评论，越翻心越沉，手脚冰凉，浑身的血液都像是冻住了一样。他们把我妈的地址都扒出来了。评论区的恶意像一场没有预兆的暴雨，瞬间将我淹没。清一色的声讨铺天盖地而来，每一行文字都带着冰冷的重量。越往下翻，心脏就越沉，像坠入了深不见底的冰湖。我颤抖着按下勿扰模式，将手机远远扔开。那冰冷的电子屏幕终于暗了下去，可那些带着恶意的声音却仿佛还在耳边回响。这就是我爱了几年的男人。
他和他妈这是想彻底毁了我，这是想用网络暴力毁掉我的人生。婉宁，如果你能看到这条视频，妈求你了，回来吧，把房子给我们装修好，我们一家人还能好好过日子。妈不怪你，妈知道你可能是一时冲动。婉宁，看到视频了吗？如果你现在答应把房子装修好，再给我们好好道个歉，我们就发声明说这是误会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他们居然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逼我屈服，就能让我乖乖听话，就能当让我把吃进去的东西全都吐出来。他们以为我会害怕，会妥协，会哭着去求他们，可他们错了。从他们决定对我妈动手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既然你们要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，看看最后到底是谁输谁赢。既然他们想把事情闹大，那我就让所有人都看看，到底是谁在撒谎。婉宁，你还好吗？李淼，你还在律所工作是吗？麻烦你和我一起把他们视频里所有漏洞全都整理出来。好，你别急，偷拍视频、误导性剪辑、恶意传播、网络侵权，他们漏洞很多。你现在什么都别怕，证据别删，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骚扰电话全都留着。怎么了？妈，这几天你先别上网啊，还有陌生电话也别接，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别信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啦？没什么，最近网上乱七八糟的人很多，你别看也别理他们。好，妈听你的。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永远无条件相信我。还好他不怎么看热搜，还好那些恶毒的话还没有伤害到他。孩子睡得很香，他还小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。这场仗我必须赢，为了我自己，也为了他们。既然他们想利用网络暴力压垮我，那我就用事实把他们彻底定死。婆婆旅游的朋友圈截图，我妈凌晨4点做饭的照片，15000转账记录，装修合同，所有证据我都会整理得清清楚楚。你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大学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林淼太冷，不爱笑，也不爱说废话。可只有我知道，他一直都是这样。平时看着冷，可真到了你快撑不住的时候，他永远是第一个站出来替你拼命的人。网上那些东西我都看了，你别怕，这件事他们赢不了。哭过了？没有。那就好。现在开始，别看评论区，所有截图保存，所有辱骂短信、骚扰电话、偷拍视频全部留证。这是网络暴力和侵犯隐私，后面都可以作为证据。我忽然觉得心里稳了很多。下午2点开一场直播吧，先用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把网友情绪稳下来。你家地址已经被曝光了，我怕再拖下去会有人做出过激的事儿。好，谢谢你。林淼，我要离婚。好，那就离，这次
我帮你。你亲自接？这种垃圾，我不亲手让他们付出代价，我不舒服。这一次不是委屈，是终于有人站在了我这边。恶毒儿媳来了，还有脸直播？有哪有脸皮赶紧去死吧！你这种人活着都是浪费空气，你怎么还敢出来？赶紧滚出来道歉！言语果真是最伤人的利剑。继续，让他们骂，5分钟后再开口。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他在取证。大家好，我是沈婉宁，就是今天热搜视频里的那个恶毒儿媳妇。你还有脸出来？恶毒成这样，怎么不去死？赶紧给老人道歉！这种人居然还能直播！今天我不想卖惨，也不想哭，我只想给大家看一些东西。这是我生完孩子第2天，我婆婆发的朋友圈。等等，儿媳妇刚生完孩子，正是坐月子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婆婆就出去旅游，还一去就是1个月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把刚生完孩子的儿媳妇扔在家里，自己出去旅游，不会吧？这不明摆着恶心人吗？我之前还觉得她可怜，现在怎么有点不对劲了？这是我妈，她听说我没人照顾，坐了18个小时的火车硬座，连夜从老家赶来。这1个月，她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给我熬汤，晚上孩子哭了，她抱着哄，我剖腹产下不了床，她给我端屎端尿，照顾我的饮食起居。1个月，她累瘦了10斤。大家可以自己看看。所以婆婆出去旅游，让亲妈来照顾月子，这操作我服了。合着人家亲妈累死累活照顾了1个月，最后还要被要钱。我收回刚才的话，这婆婆才是离谱的那个。我出月子那天，我婆婆旅游回来了。她回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关心我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，不是关心孩子好不好，而是找我妈索要15000元的住宿付费和水电费。这是我当时的转账记录，这15000是我替我妈妈给的。什么玩意儿？妈妈住女儿家还要钱？而且还是帮忙照顾月子啊，这都要交住宿费？这婆婆疯了吧？500抢钱啊，这还是人吗？我收回刚才所有骂人的话，给主播道歉，对不起。我靠，原来真相是这样，这一家子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这1个月，我妈没有收我1分钱，就连家里的伙食、买菜钱都是她自己掏的。她累死累活1个月，最后被赶出门，还被要求交15000的住宿费，甚至连她用过的东西都要被全部扔掉，全屋消毒。说她从乡下来的，身上带细菌，这什么垃圾婆家啊，简直是人渣！妈妈太让人心疼了，辛辛苦苦照顾了1个月，最后被这么羞辱。所以拆家是因为这个？换我也拆，太解气了。他们说我拆了他们的家，让他们无家可归，可事实却是那个家里的所有装修都是我出钱出力弄好的。这套房子的所有装修，从水电改造到地板铺设，从厨房橱柜到卫生间卫浴，总计238000元，全部由我支付，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。不仅如此，这套房子每月5000的房贷，从2年前开始，一直由我的工资卡在偿还，24个月，12万元。我为什么要拆这个家？因为我拆的是我自己花钱装修的部分，我拿回的是我自己的财产。他们说他们掏空了家底来结婚养家，可事实是，结婚时我没要1分钱彩礼，连3金都没要。婚礼酒席是我出的钱，我还带了30万陪嫁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那30万被他们花光了，花在了我婆婆的旅游和美容上，而这3年家里的日常开销、房贷也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，这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掏空家底。我靠，原来她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。为什么这些她婆家人都不说出来，只敢卖惨？看来事情果然不像我们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啊！我们差点被当枪使了。所以这房子装修全是女方出的钱，她拆自己的东西有什么问题？完全没毛病啊！心疼姐姐，快离婚吧，这种家庭不能待。之前没搞清楚真相就骂了你，对不起，
真的对不起。我刚出月子第1天，我婆婆就拿着我给的15000块钱去做美容，然后命令我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刚出月子就让人干活。等他们回来后，发现家被拆了，就开始在网上发视频网暴我，想要毁掉我的人生。难怪他会反击，换谁能受得了这种事儿？这就是他们给我的选择，要么屈服，要么被毁掉。这已经不是吵架了吧？这是威胁了。沈婉宁，你快关掉直播！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？你这样会把事情闹大的。闹大又怎么样？你这样会毁了我们一家人的名声的。名声？你们早上拍视频骂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的名声？你们在全网面前把我塑造成一个恶毒儿媳，煽动网友网暴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的名声？你们说我恶毒，说我不孝，说我拆你们家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的名声？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你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名声了。沈婉宁，我命令你现在马上关掉直播，否则我让你好看。这一家人气急败坏了，笑死！太恶心了，自己这么丧心病狂，还有脸网暴别人。也就是主播脾气好，要换作是我被这么对待，我非得闹出人命不可。我之前没搞清楚真相就骂了你，对不起，真的非常抱歉。赶紧离婚，这种家庭不能待，支持走法律途径维权。我选择公布这一切，不是为了网暴他们，而是为了说出真相，拿回我的清白。我已经向周明远提出了离婚，也会争夺孩子的抚养权。我会通过法律途径夺回我应得的一切。从此以后，我和周家再无瓜葛。你知不知道你差点被他们毁了？知道。知道你还一个人硬撑。你但凡早点告诉我，我能让他们连热搜都上不去。直到今天，我才发现，原来真正会在我出事时拼命护着我的，从来不是丈夫，而是朋友。现在开始，所有事情交给我。偷拍视频、恶意剪辑、公开隐私、煽动网暴，都够他们喝一壶。另外，装修部分也别担心，婚前个人财产有明确法律界定，他们拿不走。我忽然想起大学时候，那时候林淼就是法学院最厉害的人，他永远是第1名，永远冷静，永远清醒。别人熬夜背法条时，他已经能把案例倒背如流。林淼这种人天生适合站在法庭上。后来他也确实成了业内有名的律师，尤其擅长婚姻与财产纠纷。他看过太多女人在婚姻里被消耗、被压榨、被道德绑架，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有些人不配被原谅。你真的想好了？孩子呢？我会争。那房子也会争。好，既然决定离，那就别心软。婉宁，你知道很多女人为什么输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她们总在心软，可那些伤害她们的人从来不会心软。我不会了。3天后，我正式向调解室提起诉讼，起诉离婚，要求返还30万陪嫁，追回婚后偿还房贷，争取孩子抚养权，同时追加网络侵权与名誉损害证据。调解室很快受理。开庭那天是阴天，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林淼已经在那里等我。紧张吗？没有，是真的没有。比起过去3年的婚姻，今天这一切根本不算什么。周明远没有请律师，和周母一起进场。她瘦了很多，头发凌乱，眼下一片乌青，以前那个温文尔雅的模样已经彻底不见了。婆婆坐在旁听席，整个人缩在椅子里，不敢抬头。法庭里很安静，书记员开始确认身份。原告沈婉宁，
被告周明远。调解员先确认双方诉求。原告请求解除婚姻关系，并请求被告返还原告婚前陪嫁30万元，返还原告婚后个人承担房贷部分12万元，孩子抚养权归原告。被告是否同意离婚？不同意。我抬头看向他，他却不敢看我。这是双方长期分居、感情破裂，以及被告配合其母亲对原告实施网络暴力的全部证据，包括偷拍视频、恶意传播、公开隐私、煽动辱骂等。那只是家庭矛盾，谁家不吵架？他至于闹成这样吗？家庭矛盾。偷拍视频发布网络，曝光隐私，煽动网暴也叫家庭矛盾？请问周先生，你在偷拍视频时有经过我当事人同意吗？你是否知道，因为你的视频，我当事人遭受大量骚扰电话与死亡威胁？你是否知道，已经有人将他母亲的住址公开？你是否知道，这已经涉嫌违法？我们又不是故意的，谁知道网友会骂他？旁听人员请保持安静。接下来，我方提交关于房屋、装修与财产归属证据。装修款23万8千元，全部由原告个人支付；房贷共偿还24个月，总金额12万元，均由原告工资卡转出。另外，婚礼支出与30万陪嫁也均有明确记录。被告方从未对以上支出提出异议。那是夫妻共同财产。请问你有支付凭证吗？有共同出资记录吗？有银行流水吗？有转账记录吗？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些钱由你支付吗？你没有，因为这些钱本来就是我当事人的。我坐在那里，忽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。过去3年里，我一直在解释自己为什么累，解释自己为什么委屈，解释自己为什么难过，可从来没有人听。直到今天，终于有人替我说话了，而且每一句都那么有力量。庭审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。最后陈述阶段，原告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不是因为1万5离婚，也不是因为装修，更不是因为网络暴力。我只是终于明白，在这段婚姻里，我从来没有被尊重过。我剖腹产那天，我婆婆拖着行李箱去旅游，我妈连夜坐18个小时忍座赶来照顾我，她累瘦了10斤。最后却被赶出门，被羞辱，被要求交住宿费。我曾经真的很爱他，可后来我发现，爱一个人不应该活成这样。本庭正式宣判，同意原告的离婚诉求。孩子抚养权归女方所有，男方需支付女方抚养费，男方返还30万陪嫁，返还12万房贷，总计42万元。沈婉宁，你怎么能这么狠？你这是要逼死我们！请注意你的行为。另外提醒你，网络侵权的追诉期还没结束，你最好不要再有任何危险的想法或者过激的行为。婉宁，真的不能回头了吗？不能了。从你说我妈是外人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
被执行人未在规定时间内返回款款，法院现正式启动强制执行程序。现依法对该房屋进行查封。那套房子的首付是他出的，但装修是我出的，房贷大部分也是我还的。拍卖所得扣除银行贷款后，剩下的钱刚好够还我那42万元。这房子怎么住人啊？院子脏成这样也没人收拾，连个商场都没有，美容院更别提了。这地方晚上连外卖都点不到。哎呦，你以前不是最看不上农村吗？我知道，这老太婆是犯了事了，被赶回来的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发现老家的房子已经很旧了，屋顶一到下雨天就漏水，冬天冷风会从窗缝里灌进来，厨房墙壁也早就被油烟熏得发黄了。农村嘛，能住就行。可我知道，这些年他只是舍不得花钱。看着破旧的房屋，我忽然想起了陈峰，想起了那天我抱着孩子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带人去拆掉那套房子。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是在毁掉一个家，后来才明白，我只是终于有勇气把错误的人生砸碎重来。第二天，我拨通了陈峰的电话。婉宁，怎么又要拆房子？哎呀，学长别打趣我了，这次是想请学长帮我盖房子。终于想通了，以前拼命给别人装修家，现在总算知道给自己弄个家了。我想给我妈和孩子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地方。陈峰来得很快。老房子太旧了，推掉重建吧，院子保留。你妈喜欢种菜，再留个葡萄架和桂花树。没想到她这么细致。白墙、大落地窗、宽敞明亮的厨房、朝南的大阳台，还有我妈最喜欢的小院子。院子里留了菜地，留了桂花树，还专门给孩子做了一个秋千。我开始期待新房落成后的幸福生活。别弄那么好，浪费钱。可每次工人收工以后，他都会偷偷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看很久，看厨房的位置，看阳台朝向，看院子里的桂花树。他眼里的高兴根本藏不住。房子封顶那天，村里很多人都来了。婉宁是真有本事，一个女人带孩子还能把日子过成这样，他妈这辈子总算享福了。我妈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眼圈一下就红了。她转过头，偷偷擦眼泪。我知道，她这一辈子吃过太多苦，现在，她终于可以不用再苦了。婉宁，你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你一个人带孩子会很辛苦的。妈，我最后悔的是没有早点离婚。与其在一段充满算计和委屈的婚姻里耗尽自己，不如及时止损，带着孩子和妈妈过踏实安稳的日子。就算辛苦一点，也是甜的。我妈看着我，眼里的担忧慢慢散去。妈支持你。后来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周明远。他儿子呢？那谁知道？好久没看到了，好像是去北方了，我也不太清楚。那不是没人伺候他了？活该！真是讽刺啊！而我带着孩子陪着我妈过着自己的日子。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，妈妈会叫妈妈了。后来还会迈着小短腿在新院子里追着蝴蝶跑，
夕阳照在刚建好的玻璃窗上，暖洋洋的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平淡但踏实。有一天，我在整理旧物的时候，翻到了一张照片，是我结婚那天拍的。那时候的我们都以为未来会很好，我妈站在我身后，也笑得非常开心。可她眼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。我看着那张照片，发了很久的呆。那时候的我，一定以为自己会幸福一辈子吧。那时候的我，一定不知道3年后的自己会带着孩子离婚，会跟曾经最爱的人对簿公堂。人生啊，真是说不准。我把照片收好，放进了抽屉里，不扔也不再看，就让它留在那里，当做一段回忆。好的坏的，都是经历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没有算计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眼泪，只有爱，只有家。